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累世，累世难免有得罪人，难免有跟人家搞得不愉快的，这会让我们不断地积累债务，情债、命债都让我们疲惫不堪。凡是有因就有果，凡是懂得拥有，也需要懂得偿还。因债不还，诸事不顺。想知道你欠了什么阴债，看身上这个地方就知道了。快点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一，什么是阴债呢？用什么证明呢？所谓阴债，简单来说就是人前世今生所欠下的债，阴主要欠的是阴间的债，故称为阴债。那么阴债都包含哪些呢？最首要的就是受生债。据道教相关经书记载，灵宝天尊曾赐给地府一株宝树，可以明察众生的善恶。当人们要投生时，就会来到宝树前，用箭射这棵树，若是射中东边的枝桠，来生便会加官进爵，长命100岁；射中南边的树枝，则会延年益寿，健康常在；射中西边的树枝，虽不能长寿，却也能享尽荣华富贵。唯有北边的树枝与其他3枝不同，射中来生便会贫困无依。当然，这些并不是白得的，它相当于向地府借了钱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受生债。既然是债，转生后自然需要还，但由于投胎前人都会喝一碗孟婆汤，忘记前尘往事，欠受生债这件事便也跟着忘了。但地府还记着，若是长时间不还，债就会越积越多，对自身运势产生影响。即使在射宝树时得了个富贵身，也会因为欠着阴债逐渐变得穷困，灾祸不断。除了受生债外，阴债还有其他组成部分。所谓阴，并不只是欠了阴曹地府债，还有很多看不见但又确实有本人欠下的债。1.1，比如借了别人阴债的，在古代有很多战死或无故死去的人，为了安葬他们的鬼魂，人们就会修建一些阴庙，来人这些鬼魂安家，不让他们伤害别人。民间甚至还流传着一个说法，这些鬼魂由于没有像正神一样受到天条天规的约束，可以帮助人们更快地实现愿望。你敢要，他就敢给，但是实现这些愿望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在台湾就曾经发生过一件由于拜鬼神遭反噬的离奇事件。2003年，台风杜鹃登陆台湾，这场台风当时在全球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和经济损失。台湾彰化的花农张某就是受灾人之一，他所经营的农场一夜之间惨遭摧毁，最终导致整个农场倒闭，欠下巨额债务。债主和供应商们纷纷过来追债。作为彩民的张某，唯一想到的办法就是下注注买乐透。可霉运当头的人会那么容易中奖吗？就在这时，身边的朋友就给他出了一个损招：拜阴庙。
走投无路的张某一听到有办法解决燃眉之急，二话不说就跑到当地有名的有应公庙去拜拜，边拜边发誓，只要让我渡过这个难关，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。张某心想，如果连这一关都能扛过去，还有什么代价是不能付出的呢？当天晚上，张某就梦到了一组号码，果不其然，张某在第二天按照这组号码买了乐透，结果竟开出了一个头彩，据报道有5000多万新台币，折算人民币大概1100多万。张某一夜翻身，不仅用这笔钱还清了债务，还买了轿车，过上富足的生活。然后好景不长，没过多久，张某上高3的儿子就因一场离奇车祸不治身亡。2003年11月4日，台湾的新闻媒体分别也以车道口停车滑动驾驶下车被碾成重伤，离奇车祸高3生挡车遭碾不治为标题对此事件做了报道。而在此事故中不幸身亡的这名学生，正是张某的独生子。昨天夜里，台北市发生了一起离奇车祸，一名高3学生开车外出时，突然在车道口停车，准备下车拿东西，这时轿车突然下滑，该同学企图徒手挡车，结果被自己的车辆碾过，后来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现场事故全程都被监控器拍摄下来。悲痛万分的张某在向警方了解事故原因时，警方向其出示了2张监控视频截图。看到图片的张某突然怔住，因为他注意到一件更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他儿子出车祸的时间正是11月3日的22、41、11、03、22、41、47、48，这正是张某梦到的中奖号码。他这时才知道，原来他要付出的代价便是自己儿子的命。俗话说，因果轮回，报应不爽，借了别人的阴债，就必须把借到的阴债还清。若是借了5大邪神的阴债，那你的儿子孙子生生世世都欠他的，你必得年年去烧纸还愿，不然必将邪运缠身，轻则运势低迷，重则家破人亡。1.2，再比如说欠了别人阴债的，古代佛教里头还债的，过去生命债的故事很多。像有个将军，有天梦见观音菩萨说，明天来的土匪就是你前辈子杀了10多刀的人，这次他来讨债了。他梦见菩萨这么说，就认定了，果然来了土匪。土匪一进门，他就跟土匪说，菩萨给我托梦，前辈子我砍了你10几刀，这辈子还给你。土匪一听，我要是砍他，岂不是下辈子也要被砍？想如此冤冤相报何时了，就把他的衣服拿来，砍了10多刀，当做了债。说实话，人欠债是正常的，上辈子欠了人，有的去投胎做人了，你就是欠阳债，没投胎的，他们还做鬼的，你就是欠阴债了，欠阴间的债务。
不要以为死一次就一了百了了，业都是会流转的。所以现在人的业，各种精神性的疾病，都跟欠阴债有关。你看到他人好好的，可是呢，一部分魂魄进去地府去审判，或者被惩罚了，因为过去的欠债。你想想看，我们这辈子欠了多少债，上辈子呢也一样，头道业就欠钱债比较多，尤其做生意，经常和人打交道的，借钱还不起的，还有命债，前辈子当将军的，就杀过人，就有命债，上山打猎的，下海捕鱼的，或者吃狗蛇的，都有命债，对不对？这辈子经常卖肉，前辈子肯定是屠夫的习气，这辈子有卖身的，前辈子有妓女的习气，这些都是债。还有感情债，这辈子桃花运比较多的，都是感情债多，处处留情，或者婚姻不顺利，故意伤害别人的，感情债也比较多。有个人很诚实地跟我说，以前别人要是爱他，他就想伤害对方，所以他婚姻不顺。现在社会一定要有天道好还的观念，不要占人家便宜，哪怕感情的便宜，不要精神出轨，那也是一种债务。人是靠物质，还有靠精神的，所以我说了要忠诚、忠恕，夫妻之间的忠恕之道。和异性聊天要保持距离，就是防止精神出轨。以前的男人有很多妾，现在虽然没有，但有些女的以前做小妾的来投胎的，就会遗留这个习气，就会攀援到有家庭的。这个习气一定要谨慎，尤其女众要学会保护好自己。这种阴债在过去和现在都有，一般很多不顺的都要看自己。比如有些人心里想占便宜，就导致贫穷，可见不是这辈子就有这个习气，而是过去就有。那你过去很多辈子都占便宜，占了好多辈子，怎么不贫穷呢？这本来就是欠债很多，所以修行人要有富贵相，要能布施出去，这就是富贵。布施多了，你的心打开了，富贵的命运就有了。一直想占点物质的便宜，还是感情便宜，都导致欠债。现在各种病都因为和阴间债务有关。你虽然看不见阴间，但不能否认他们的存在，以及阴间众生对人的影响。这些问题不是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就能解决的。而怎样知道自己欠了阴债？借了的阴债还能还完吗？阴债可以理解为我们欠阴人的东西。我们欠阴债不光是我们这辈子所积累的阴债，有些阴债是上辈子我们就欠下的。如果阴债欠得太多，很多人都会感觉他们的生活非常的不顺心，这些确实很大程度上的都是阴债造成的。那么欠阴债人会有什么情况？一、莫名的伤感伤心。相信每一位原主都会有这样的时刻，
分明日子中没有烦心事，却忽然不知为何心中非常伤心，不想与人共处，想自己静一静，但事实上自己并不想在这种心情中，但却自己无法掌控。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为何会如此，但每个人简直每隔一段时刻就会有这样的心情一次。仅仅每个人时刻犬牙交错，其实这是阴债的影响，是冤亲借主对你的影响。每次有这样的情况，其实就相当于一次催债。越是常常如此的人，越要尽早去还阴债。而看到一些东西，相信这样的情况很多人都有过。民间常说的就是看见了不洁净的东西。其实人生来都是有天眼的，都能看到一些阴阳之物。然而随着渐渐长大，一般3岁后人的天眼便都被关上，也就看不到了。这也是许多人彻底记不得3岁之前所有事情的一个主要原因，是上天不会让你记住。有时候1、2岁的孩子总会说家中有个小哥哥、小姐姐，或是老爷爷、老奶奶，咱们总会跟孩子说别胡说，但其实孩子没有胡说，仅仅孩子能看到你看不到，孩子也不知道你看不到。成年后，在某些时候，有许多人都清晰地看到了一些不属于阳人间的东西，这绝不是你的天眼打开了，而是你的冤亲借助经过他们的才能，让你看到了一眼。让你看到，也是为了让你知道这人间真的有阳世外的存在，也是对你的一个提示。3. 忽然的失掉认识。曾经有位原主与我说，他的爱人白日开车，分明看到前面有车，心中很清楚要踩刹车，但却踩油门，导致追尾事故，并且如同彻底是自己操控不了自己相同的去踩油门。这种情况我相信不仅仅是这位原主的爱人遇到过，咱们绝大部分的原主，乃至能够说每个人都遇到过。忽然之间的，自己的认识不受自己的操控，分明自己知道该要去做什么，却仍旧做错。这样的情况，许多情况下都是冤亲借主形成的。当然，也不能说彻底都是由冤亲借主，也会有非冤亲借主外的一些其他阴间魂灵形成，但这种情况也多是阴债的一个表现。4. 莫名的身体反响。这个说来也常见，也基本是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的。忽然之间胸口痛苦，难过不已，但却过了没一会就好了。自己很忧虑，跑去医院查看，却告知没有任何问题。好好的走在路上，忽然一下腿像没有了力一样，跪倒在地上，站起来却也没什么事，也能正常走路。5. 做梦。做梦之事，在许多梦境里是冤亲借主对咱们的一个提示，如梦到金钱相关之事，梦到不相识之人说要你还账，梦到自己被借主追债，
梦到了自己从未见过的人，说你欠了东西还没有还他等等此一类的梦的话，那都是很明显的让你早些还阴债的提示。6. 家庭不和睦。家庭中总是争吵，口舌不断，婆媳不和，夫妻翻脸，子女叛逆难管教，身边总有小人使绊，受人陷害，遇不上贵人。许多人觉得自己是好人，从来没害过人，何来冤亲债主？其实无量劫来，我们身口意三业造了太多的贪嗔痴、杀盗淫等恶业，跟无量的众生结下了不少怨仇。别的不说，单是杀生吃肉就结下了深厚的怨仇。3. 怎么还阴债？还阴债有哪些好处呢？现实生活中，若有人付出努力却感到财运不佳，或能赚钱却无法存钱，常常莫名其妙地耗散钱财，或遭朋友拖累造成钱财的损失，亦或是生活坎坷，多费口舌，常年婚姻不顺，疾病连连，总是比别人多遭受意外伤灾等等种种不如意，皆必须借用还阴债法事来化解。有人单纯地以为自己运气差，却并不知道运气差的原因。还有些人什么异样也没有，要么就是八字过于愚蠢，要么就是时候未到。总之每个人都欠着前世的一笔账，多少不同而已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许多人觉得自己是好人，从来没害过人，何来冤亲债主？其实无量劫来，我们身口意三业造了太多的贪嗔痴、杀盗淫等恶业，跟无量的众生结下了不少怨仇。别的不说，单是杀生吃肉就结下了深厚的怨仇。学佛人都知道，这种很多情况都与债主有关，他们在暗中障碍我们，让我们诸事不顺，而我们由于不知道其中的前因后果，只能束手无策，坐以待毙。债主是我们累世身口意上有意或无意伤害的其他众生，如杀生、与他人吵架等，甚至由于我们有不善的念头，对其他众生的伤害。债主和我们一样，是六道的众生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平时如果与人吵架，有时可能也就一句话，大家都长时间互相不理会对方。有些人还因为别人伤害自己，想尽办法想去报复人家。这些债主和我们人是一样的，他们有的报复心也很强，不肯原谅我们，他们隐藏在我们身边，等机会来了就会报复我们，所以我们会生病，会破财等。但我们想想，如果我们与人结仇了，我们想让对方原谅，会使用什么方法呢？强制压制对方原谅，当然不可能。所以如果我们心态是抱着要赶走债主的想法，也是不行的。每年都会有一些做那个还阴债的法事，到底它有没有必要，或者说有没有效果？我的答案是有必要，
而且是有效果的。所谓的阴债，因为我们人有前世、有现世、有后世三世一说，甚至前之前还有前，人不止三世，但是以现世为中心，涉猎的是前世跟下世，下世要好，必须是今世要做得好，今世的好坏又跟前世的因果有关系。所谓的阴债，也就是前世欠的债你有没有还清，还是当下现世的债到底欠了什么，有没有还清。还阴债的步骤和做法：一、请法师或道士进行法事。还阴债一般需要专门的法师或道士来主持法事，在法事过程中，法师会诵经、上香、做法，以超度欠下的债务，解除因果报应。二、购置纸钱、金银财宝等祭品，需要准备一些特定的祭品，如纸钱、元宝、金银财宝等，并在法事过程中焚烧。这些祭品象征着还债给阴间或前世的债主。三、诵经祈福，通常会请道士或僧人诵读特定经文，如地藏经或道教的祈福经文，祈求化解阴债，解除困厄。四、定期还愿。有些人认为还阴债不止一次，有必要在特定日子或每年定期进行还愿或还债，以保证平稳顺遂的运势。五、用功德还阴债。如果有些人认为上述很麻烦，也可以直接做这一步，因为这一步是最重要且最快捷的。当然了，有专业的道士或者法师指点，会少走弯路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。农村有句俗话，一报还一报，你对别人做了什么，其实就是对自己做了什么。作恶多端的人必遭天谴，心怀善良的人终得善报。做人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凡事都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刻，纸包不住火，别以为谁都能逃过报应。善人者，人也善之，善良的人终有善报。所以说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而我们之所以有阴债，就是因为我们种下的恶因太多，所以要想改变，只有从念头上、行动上发生改变，这样才能够慢慢的还清。用功德还阴债的核心理念是通过积累善行和功德，来化解前世或今生的阴债，而不依赖祭祀或传统的还阴债仪式。这种方式基于因果报应的原理，强调通过做好事、积德行善来平衡或解除欠下的债务。还阴债本身是一种感恩，感恩我们得人身；还债是一种态度，首先要认债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阳中别人欠你债，你急得不行，受不了，就更能明白还债的重要性。只有自身体会过痛苦，才会真的明白欠别人债务的苦。所以无论西方极乐世界的佛菩萨，还是9天之上诸神，
都不是一味享受极乐而无所事事的。神灵也都是分灵，化身无数来体会生命，来练情历劫，真正的入世度人，而不是一味躲避逍遥自在去的。如太上老君第81化为老子，82化为真武大帝，妈祖娘娘也是王母的化身。碧霞元君得道飞升后，有一分灵投胎在泰安县，体验直接由肉身修道飞升等等。所以佛菩萨就在我们身边，神灵就在巨头3尺，骗得了人，骗不了鬼神。还完阴债后，一般3至5天会忽然清醒的感觉，智慧提升了。3个月到6个月内，运气逐渐提升，麻烦事减少了。还阴债的好处，得消无始以来诸种业障，身体安康。常还阴债，你会身体健康，气力充盛，心情快乐，气息平和，各种疾病原则上不会再侵害于你，小毛病也很快就会消失。还了阴债以后，心里坦然，不再会有亏欠之感，淡然处理各种事物，睡眠香甜，避免失眠及噩梦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留下一句与冤亲债主和解，愿你无债一身轻，所求皆如愿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